Hello，欢迎回到平价音响。今天呢，要介绍这台 Deck 是来自美国的 High-end 音响品牌 Boulder，他们最新推出的812串流 DAC 耳廓前级扩大机 All-in-One 的一体机机种。那这台机器呢，在全球 High-end 发烧音响圈里面，大家都期待蛮久的了。那这台机器呢，在我们门市待的时间也是稍微这个期间稍微短了一点，所以我们在这支影片呢，就尽可能的把我们这段时间听到的感觉呢，分享给大家。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这台机器可能已经前往杂志社或者是其他的 High-end 音响的经销商了。而另外呢 ，Boulder 812的建议售价是新台币35万，那这个价格呢，跟日本的 Esoteric N05 XD 呢是差不多价位的产品。那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也会稍微提到一下 Boulder 812跟 Esoteric N05 XD 他们听感上面有哪些稍微不同的地方。如果呢你还不认识 Boulder 没关系，我们就这边大概就讲一下 Boulder 它这个牌子。那 Boulder 呢，它是来自美国 Colorado 州的一个 High-end 音响品牌。那它一直以来呢，就是在致力于设计跟生产非常高品质的扩大机产品。那早些年呢，他们的产品几乎都是在录音室里面流通的。那后来呢，他们才转战到 High-end 音响圈。那他们最令人脍炙人口的顶级产品呢，也是整个 High-end 音响顶级市场里面让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他们3000系列的后级扩大机，以及2000系列的前级扩大机，还有他们 DAC 产品。那后来呢，他们又推出了1000系列稍微比较便宜一些的产品，也让整个发烧音响圈呢，大家都非常喜欢。那最近呢，他们推出了全新的800系列。那800系列的最著名的产品呢，就是866这个数位串流的扩大机产品。那这个产品呢，让更多人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应该说相对便宜的价格呢，来入门到 Boulder 的 High-end 世界。866呢，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介绍短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上方的链接去看看说866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产品。那 Boulder 812刚发表的时候，其实让蛮多人还蛮惊讶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尺寸呢不是标准全尺寸的器材，它是一个比较小尺寸的器材。那它的长宽高呢，分别是30.5乘以30.5乘以8.3公分。而且令人感到更惊讶的一件事情说 ，Boulder 呢，它竟然推出了耳机相关的产品。那我们这边要先说 ，Boulder 812它耳机输出品质其实是非常好的哦。812它的机身外观呢，就是他们整个8000系列一致的设计。那它的左右两侧跟866一样，它左右两侧呢就像是很多峡谷一般的那种散热片的设计。那我们再看到正面，那正面的话呢，有音量旋钮、功能按键讯号输入指示灯，最后呢就是耳机输出。那在耳机输出这个区块呢，原厂那边有放一个磁吸式的盖子那这个盖子上面有 Boulder 当地山脉的图示，那其实还做的还蛮精致、蛮漂亮的。那你在不用耳机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把它盖上，要用再把它拿下来就好了。那在音量调整方面呢，它最大音量就是100 dB。那在调整方面，它那个细节呢，它就是每1 dB 做调整，你都有100个 steps 可以去做调整。功能键呢，由左到右分别呢是讯号输入选择、前级耳廓的切换、静音，最后呢是 standby。那我们再来看看后面。Boulder 812呢，它给的数位输入界面其实是蛮完整的。那数位输入呢，有网路USB、同路轴跟光纤输入。那它还给了你类比输入，它给你2组的平衡输入。那你会注意到说 ，Boulder 812后面它有几个 USB-A 的孔。那这个 USB-A 孔呢，是可以接他们原厂附的 WiFi dongle， 或者是说你可以接随身碟，或者是外接式硬碟。那原厂那边有建议说，如果你要接外接式硬碟的话，那你那一颗外接式硬碟一定要有变压器独立供电，否则的话呢，812它是没有办法辨识到你的硬碟的。那一般小这种随身型的那种超级小颗那种随身碟呢，那就无所谓啦。那在网络方面呢 ，Boulder 812它本身就是 Room Ready 的器材了。如果说你有 Room Nucleus 或者是其他的 Room Core 的伺服器，你就可以在家中网络中透过 Room 的 App来找到你的812了。除此之外呢 ，Boulder 812它也有支援 UPnP 还有 AirPlay， 那这些呢都可以
透过不同的 App 或者你的苹果手机呢，来播放高品质的音乐。那虽然说 Boulder 812它有支援蓝牙，不过我们的建议啦，除非真的是不得已要使用蓝牙，不然的话就尽可能不要用蓝牙来播音乐，因为你知道跟 AirPlay 或者 UPnP 相比的话，蓝牙的声音真的是没有很好。那它的类比输出方面呢，有平衡的类比输出以及4个耳机输出。那么它的纯 DAC 模式，然后前级控制的一些相关设定，还有耳机增益输出的一些等等的设定呢，都可以透过他们的 Boulder Control App 来做相关的设定。那这里呢，我们就大概快速的带大家来看说怎么使用 Boulder 他们的 Boulder Controller App 来做一些 DAC， 然后前级跟耳廓相关的一些设定。那 Boulder Controller App 呢，你可以透过 Google Play Store 或者是苹果的 App Store 呢来搜寻下载就可以了。那因为我目前呢，我手上拿的是 iPhone， 那我们就来用苹果的方式呢来带大家走一次。那我们就点 App Store， 你点了之后呢，从搜寻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打 Boulder， 然后 Control， 然后你就看到有个 Boulder Controller。点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安装。那如果你像我们这边已经有安装好，我就直接点开启 Open 就可以了。那开启之后呢，原则上你是可以选择目前你家中区网你有的那些Boulder 的产品。那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也先设定好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开启之后呢，就直接进入了 Boulder 它的812主画面。那它主画面这边呢，有一些选项可以选，那这些呢就是输入的选项。那目前呢，我们就是用 Network。那选择 Network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 Room App 来找到你的812，或者是呢，你可以透过 AirPlay 或者是其他的 UPnP 有支援的一些相关的第三方 App 来找到812来播放音乐。那这边呢就是输入。那下面呢就是跟音量相关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关闭耳机或者是静音等等的相关的东西，你只要点一下呢，就可以直接搞定了。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说我们刚刚讲的 DAC 模式啊，前级跟耳机输出的设定要从哪边看？那我们从左上角呢有个主选单，有个 Settings。那进入 Settings 之后呢，你去 Output Settings。那 Output Settings 呢，你就可以看到有3个选项，一个是 Headphone Gain， 然后一个 DAC Mode， 然后呢还有最后就是 Preamp Output Always On 这个功能。如果你今天你要把它当做纯 DAC 使用，然后要直接接耳廓或者接你的重廓，那你就把 DAC Mode 开启，把 Enable。那你把它 Enable 之后呢，原则上你在 Room App 或者其他 App 里面就没有办法去对812做任何音量控制了。那针对耳机族群来说，如果你的耳机比较需要大的讯号量，比较大的推力来听耳机的话呢，你的 Headphone Gain 这边呢就可以选择 High。那并不是每一只耳机都适合透过 High 来驱动，有的耳机呢，你选择 High 来听的时候呢，一开始听你会觉得推力很大，听起来很爽，可是听久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蛮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选择 Low 的时候，你得到的那个音乐性跟那个听的那种舒服感觉呢，是会比较 OK 的。那这边呢都可以透过 Headphone Gain 来做调整。那 Preamp Output Always On 的功能，你可以选择开启或关，就是说看你用不用得到 Preamp 功能那这个东西呢，都可以透过 Output Settings 呢来做设定。那这个呢就是 Boulder Control App。那 Boulder 它的声音特质呢就是老实跟直率，那它蛮能够去忠实的呈现前端讯源或者后端器材，无论是耳机还是喇叭，它的本身的器材特质长什么样子，而且呢它的细节量还有空间的定义空间感诠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做得非常好。那么虽然说812它是一个入门级的产品，不过呢 Boulder 还是尽可能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个性，这样的一个声音特质呢，把它从812里面呢呈现给想要进入到 Hi-Fi High-End 音响世界的人。Boulder 它的声音呢，虽然说是一个相对中性的一个声音的特色，不
不过呢，我们也不会真的使用白开水这种方式来去形容它，因为在整个发烧音响圈，大家常常会把中性跟白开水这样子的形容方式呢，会画上一个等号。Boulder 812呢，它在音乐的平衡性呢，其实它掌握的还蛮好的。那它在它的 transient 反应呢，然后低频它的结实的程度、反应速度等等这东西呢，都蛮具备一个大家印象中一个标准的美国特色的一个声音。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Boulder 812在我们门市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品尝这台 DAC， 那我们只能在这个短暂时间，因为现在空档的时间呢，去断断续续的用不同的耳机，然后还有用我们这边音响室的音响器材呢，来听这台812能够带来的那个听感上面的感觉。其实812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并没有把812直接拉到音响室来听，我们是放在外面主区域的时候，然后用 Odyssey 的 LCD3 来听的。那外面主区域的电源的处理呢，我们是使用国产的 Kansas IQRP1500这台电源处理器。那个时候接的电源线呢，是用 Belden 的品质比较高的小黑线，然后网路线呢，当然就是搭配我们的 Supra 定制款的 Cat8 网路线。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处理过的环境来听 LCD3， 那我们还蛮讶异说812竟然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可以把 LCD3 的声音呢处理的还蛮不错的。而且呢，我们在使用 Sennheiser HD800S 在听的时候呢，有一种很像是我们在用我们的 Merging Technologies 他们的 Happy 这个录音界面在听800那种感觉。不过呢，那种感觉当然没有像 Happy 那种稍微像那种比较冷调那种感觉。那 Boulder 812呢，它是相对的给的还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声音。那最后呢，我们把 Boulder 812呢拉回到音响室里面，用比较好的电源处理、比较好的电源线，然后网路线跟网络交换器这样来使用之后呢，整体的品质呢，大大的提升了好多倍。在音响室里面呢，我们当然是会用喇叭来听 Boulder 812。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另外试了几只耳机，一个呢是 Sennheiser 的 HD800S， 再来呢是 Odyssey 的 LCD3 跟 LCD-XC， 再来呢就是铁三角的 ADX5000， 还有他们的旗舰的入耳式耳机 ATH IEX1。那我选择这几只耳机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只耳机它们在线材的选择方面呢，除了有标准的 6.3mm 的单端耳机线之外，还有4 pin XLR 的平衡线，还有 4.4mm 的 Pentagon 的耳机线。那这几只耳机里面呢，只有 HD800S 它在低频的表现上面呢，是那个量是稍微少那么一点的。那每一只耳机在812的驱动之下呢，它的 sub bass 其实是蛮饱满结实，而且呢收放是非常快速，不会拖泥带水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在聆听 rap、hip hop 之类的音乐类型的时候呢，那种冲击力呢，真的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实呢，现在蛮多欧美流行音乐，甚至是到原声带，他们在 sub bass， 也就是说大概是50到60赫兹，甚至是更下去的一些资讯量，其实是给的蛮大的。所以说，如果你在你的类比的放大设计上面，或者是说你耳机本身的设计，在这些极低频的量控制的不好的状况之下，你是蛮容易得到那种糊，然后交代非常不清楚那种嗡嗡嗡那种感觉的声音的。在人的声音跟乐器方面呢， Boulder 812它能够蛮老实的把这个乐器它的一些本质、一些特色呢呈现出来。那在人的声音方面呢，在歌手他的声音的一些特殊的特质上面，歌唱技巧，还有一些歌唱的一些细节方面呢，它都能够蛮完整的呈现出来的。其实呢，我还蛮担心说 Boulder 812在使用日系的耳机的时候，会不会在人的声音上面呢听到一种比较锐利的声音？结果呢，竟然在铁三角的 ATX5000 跟 IEX1 上面呢，我们竟然没有听到那种非常锐利的感觉。那我们在听一些音域比较高的一些歌手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他在6000到7000赫兹这边呢，
好像有一个比较稍微缓和的处理。那这点呢，在聆听的那种舒适感上面呢，是个大大的加分。那 Boulder 812它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呢，我们就不会真的说它是一个女毒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生的那种很毒的那种感觉了。倒是 Esoteric 在这方面处理的呢会比较明显。Boulder 812它在空间感的诠释，然后定位上面呢，它给的是一个比较理性跟明确的一个设定。那这点呢，我们在听 Prokofiev 的6号交响乐，或者是说 John Williams 他跟柏林爱乐发行的那张专辑里面在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舞台的定义的感觉，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观众视角。那不过在空间大小这方面呢，Boulder 812的那个空间尺寸那种感觉呢，是稍微比 Esoteric 205XD 还有 Auralic 的 G2.1 3件式稍微小那么一点。不过我们是觉得说小那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其实每个品牌他们在聆听的感受上面呢，本来就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诠释方式。不过呢，在至少说我们在接触这几个品牌里面呢，他们在诠释这个空间感方面，至少目前为止呢，都不是太过于浮夸的那一种类型。而且 Boulder 812它在空间的诠释的一些细节、一些质地的那些感觉呢，其实有一件事蛮酷，就是说我们在听《捍卫战士独行侠》主题曲的时候啊，一开始出现那个 reverb 效果，那个非常复古 reverb 效果啊，很快就让我就回到了小时候用 LD 跟环绕音响在看第1集的那种感觉。而且呢，这张原声带里面有一首叫做 Great Balls of Fire，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现场那个很直接那个粗糙感啊，这个粗糙感讲的是说没有经过太多很完美后置的那种粗糙感，那个现场那个氛围那种感觉啊，透过812来诠释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就立刻能够把现场大家在弹钢琴、唱歌、一起合唱、一起欢乐那种感觉呢，很直接的在音响系统呢就呈现在你的面前了。那差点忘了说一件事情 ，Boulder 812它的声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那这一点呢，当然是要归功于 Boulder 他们家对于电路设计的真的是非常有一套之外呢，他们其实在812在处理数位讯号的时候呢，都会全部都升频到 352.8 Hz。那拉到这么高取样率之后呢，套用 Boulder 他们自己的数位滤波的一个模式，再搭配他们的电路设计，就可以取得一个非常漂亮的 SNR 的数值。啊，这个数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16 dB 这么漂亮哦。那同价位带来说呢 ，Esoteric N05XD 跟 Boulder 812相比的话呢，N05XD 它很像是一个斯文美丽的一个化身。Boulder 812呢，它就是一个直率坦荡的一个个性代表。那如果我们要用饮料来比喻的话啦， Boulder 812呢，它比较像是一个过了 3M 滤芯的可以直接喝的饮用水那种感觉，而 Esoteric N05XD 呢，它比较是加了大概1分到3分糖的燕麦奶的那种比较有风味的感觉。那都到这个价位带了，都已经是你都要花30几万买 DA 了，都是非常高阶的产品了。那你要选择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声音呢？你就去往那个方向去找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要一个参考级的东西的话啦，就是参考级，或者是说你要有一个相对中性的声音的话呢，Boulder 812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那最后呢，我们想要大概快速讲几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对于耳机族来说 ，Boulder 812是不是可以成为你耳机系统的 end game？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 all in one 一台机器解决很多问题的话，Boulder 812它绝对是可以成为你的 end game 的选项之一。那当然啦，如果你的要求会更高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说，你还是必须加一个专门的耳机扩大机，才有办法把很难处理的耳机，譬如说 Abyss AB1266 这类的耳机啊，才可以处理得更好。那如果你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要 all in one 能够解决，Boulder 812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那再来呢，就是 Boulder 812它是不是一个可买的 DAC 产品？
那我们这边听的感觉是这么样，我们是这样建议啦。如果呢你想要有一个参考级的一个产品的话呢，Boulder 812就有点像是我们听惯了 Benchmark DAC 3，或者是 Merging Technologies 它有2款的录音界面 Happy 跟 Anubis 一样。我们听惯这个相对中性的一个东西之后呢，你就很能够把这个当做一个参考的起点，然后很能够去分辨说哪些前端器材或哪些后端器材它的特质，或者说你在跟其他东西做比较的时候，你能够很快速的了解说那些器材呢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那它针对成为一个参考级的一个讯源的话呢，Boulder 812呢，它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示范。那 Boulder 812的声音呢，是一个相对中性而且好听的声音，而且硬体设计呢也非常的扎实。那如果你的预算来到了30多，想要找一台 DA 的话呢，这一台呢是绝对值得买下去的一台器材。希望今天的影片呢对你来说有点帮助。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欢迎按赞跟分享。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